管我马上就好。再给我1分钟。怎么恶不惯法？你这么不争气。在这里表白，是在拉低我的档次。可是你哭成这样，我不趁虚而入，又对不起我的智商。叶希光，你告诉我，怎么办才好？I was walking on the cloudy road, no direction, no place to go. Then you appeared and lit my way. 刚刚在宴会厅，我一直在想要不要过来。我对自己说，马上要30岁了，别像个小男生一样沉不住气。可我就是沉不住气了，我自己死心塌地，却希望他快点变心。叶希光，不要装傻。我没有装傻，我也才明白，还来不及装。我去车里拿的，去换上。买了这么多漂亮裙子，不穿给大家看看，多可惜。你也去太久了，还好其他人都跑了，不然菜都被抢光了。我们也打算先走了。这么早啊？刚刚去外面帮他拿衣服，又在下雪了，晚了怕路上不好走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注意安全啊！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走了。希光。你们也这么早走啊？不是吧？你居然又换了一身衣服啊？哎，这身也很好看。我们大小姐出门带的行头比我这新娘还多。她刚刚不是弄脏了衣服才换的。
下午据说雪更大，到时候交通不便，我们就先走一步了。那你们怎么回去啊？习光，你男朋友喝了酒不能开车吧？走出去打车，车会有人来开走。行，安全第一。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那我就不送了，你忙你的吧，回头我们去。走了。交给你了。原来我的表白还有全身麻醉的效果。对不起。聂希光，你拒绝我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。你应该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林玉森，我还没看上你，你没达到我的要求。”而不是这样，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。不是的，不是没达到要求，我只是还没有忘记以前喜欢过的人。刚刚你也看到了，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，一定要是全心全意的。我现在没法做到。其实，刚刚在酒店，我骗了你。我说不趁虚而入，对不起我的智商。事实上，那个时候对你表白，才对不起我的智商。对不起，我昨天通宵论证的年度计划。但是，原来这些事情都是身不由己，没法计算的。第一次体会这种感觉，真是新鲜。我知道你会拒绝我，但是这么快，怎么办？我现在有点，无颜见江东父老。不过也算在意料之中，而且有一种虽然是肿瘤，但幸好是良性的感觉。好吧，看来还是只能循序渐进。那么就先谈到这里，我们回苏州再说。肿瘤只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。哦。我不回苏州了，我想回趟无锡。那个反正还有1天半的假期嘛，我也好一段时间没有回去看妈妈了，而且我还想和妈妈。回家要这么多理由吗？好了，那我先送你到火车站。不用了，我打车就好了。聂希光，你以后都要躲我躲得远远的吗？
懂事了。明明没有接受，还坦然享受着别人的照顾，那不是太过分了吗？这个我也不太有经验。不过我这样，难道不是正常的追求步骤？所以你不仅不接受我，还不许我追你。那如果最后我还是没有，那为什么要浪费你的时间啊？叶希光，你对自己没信心就算了，为什么对我没信心？你不是说我干什么都很厉害吗？你这样一个女孩子，连最后还是没有接受我，都不忍心说出来，心软成这样，我要多蠢才追不上你？吓得都不敢让我送你了。我只是在追求你，又不是谈商业合作，还要谈投资回报率。为什么你要先想着你不接受就是对不起我？我在追你，希望是你的福利，不是你的负担。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，那有什么问题？我让你跳。Would we ever be close, you and me? Wherever you are, whatever you want, don't hesitate to call me, just let me know. I hope you'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.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, our love's gonna find a way.怎么样，是不是差不多了？快用你男生的角度帮我分析一下，现在表白是不是把握很大？你早该冲上去了，还刷什么好感度？我觉得用得上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觉得现在还是太快了。待我细细思索，做一个完美的计划。做什么计划？我通宵做了一个，你要看吗？这个颜色特别衬你肤色呢，是吧？周阿姨，哎呀，好长时间没看到西光了，真是女大18变，越来越漂亮了。你这个点儿起来，怎么还2个大黑眼圈啊？我没睡好。厨房里给你留了豆浆、油条和饼，让严阿姨给你热热。吃完了过来跟周阿姨聊聊天。好，拿过来这边吃吧。好呀。西光，听你妈妈说你跑去苏州工作啦？嗯，她自己投简历过去的，结果正好是远程投资的一个厂，你说巧不巧？所以我让她去厂里历练一下。好是好嘛，但是不在无锡，谈对象麻烦的，别到时候给你找了个苏州的女婿，就太远了。他还小呢，我倒是没想过这个。难道没人找你想介绍？有是有，我觉得不合适都推掉了。西光，恋爱是可以谈，但是要多看看，不着急，起码要谈个2年以上，看看人品，知道吗？最好，是谈个本地的，苏州离得太远了。对，就听你妈妈的。之前孙阿姨的女儿就嫁到浙江去，好了，这下1、2个月才能见个面。知道了，这就不好意思了，头都埋到碗里去喽。哎，对了，你舅舅说今年过年我们一家人去国外玩玩，
你高兴去吗？去哪里啊？说是瑞士，一家人租个度假屋滑滑雪，我还犹豫呢。毕竟你一直害怕搭飞机。我可以啊，妈妈你想去就去。但是滑雪的话，干嘛非得去国外？国内也可以啊，新疆、长白山什么的，干嘛飞那么远？我假期都没有几天。也是啊，去国外坐飞机要20几个小时，长白山我还没去过呢，不如去看看。要不我跟你舅妈说一下，那你吃完早饭去爷爷奶奶家看看他们，过年可能就没办法多陪他们了。去爷爷奶奶家吃个午饭，下午早点回来啊。之后还要赶去苏州。好，要带金桥烧饼吗？你要吃就自己带，别拿我当借口。那我走了，周阿姨再见。哎，路上小心啊！哎，慢点开啊。知道了。旭光还会开车啦？高考完我逼着他学的。哎，你跟你前公公婆婆还有来往呢？啊，我是不去的，希光要去的，一码归一码。他爷爷奶奶人不错，我刚结婚那会儿跟聂成远忙生意，我爸妈身体又不好，希光都是他们带大的，有感情的。再说如今我爸妈都不在了，不能让孩子连爷爷奶奶的亲情都没了。怎么也不跟奶奶说一声，奶奶好准备菜呀。我来的路上给爷爷打电话了呀，他说你们在家的。哎呦，这死老头子到现在都没跟我说，还没回来呢。啊，那可能忘记了吧。奶奶，你要去地里吗？我跟你一起去啊。哎，好呀，我们一块去。我跟你说，奶奶又开了一片地，是种西兰花的。你们成远不是爱吃吗？回头长大了摘点给你们。好呀。好啊。哦，哎，把车停进来。嗯，好。小光啊，走了，走。嘿，他是谁啊？全方平他爸，当人小三，天打雷劈。这老东西从小就不是个好人，流氓兮兮的，田里的活一点都不会干。年纪大了，成大仙了，还整天装神弄鬼的。这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呐，净骗外头那些人。你爸这没出息的，到头来被他们家那个搅家精弄得家都破了。那真是钱是欠了他的。小光，你放心啊，那女的要想进门呢，你奶奶我啊就躺在你爸办公室门口，不让她走。奶奶，我爸妈离婚的时候你去躺过来。我刚要躺下，被你拉起来了呀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走嘛。我才不怕他呢。哎呀，小光，看大楼吧，漂亮吧？哎呀，以前你妈给我钱我都不要，现在我和你爷爷使劲问你爸要钱，都帮你存着，以后都是你的，不然都落外人手里去了。奶奶，你和爷爷多花一点嘛，我都有的。我们在乡下有吃有住的，看病有医保，要花什么钱呢？哎，这别动，别动孩子，别动，别碰。我想帮他掸雪的，他还有这么多叶子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现在叶子脆，雪又重，一碰就断了。等雪呀慢慢自己化了就好了。我怕他冻死嘛，还这么小。等到过年了就长大了啊！啊，没事。奶奶，
我妈说过年要去滑雪，那我过年就不能过来了。我年前年后都来看看你。去吧，多见见世面。奶奶这儿不用常来，乡下没什么好玩的，我们身体好着呢。你长大了，得花点时间好好谈个恋爱才是正经。你们怎么今天都说这个啊？你妈也这么说了。可以谈了，我孙女长这么漂亮，肯定很多人追，要睁大眼睛好好挑一挑。挑什么啊？挑男朋友呀。我在追你，希望是你的福利，不是你的负担。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，那有什么问题？我让你挑。哎呀，我不要挑了。哎，奶奶，我饿了，我们赶紧弄一点菜，然后回去吃饭吧。林雨森他怎么能用那么坚决的口吻说出那种话？小光，快走呀！哦，来啦。妈，雨森在忙什么呢？在不认真的帮师兄看论文，给一些意见。不认真？注意力难以集中。我儿子我最了解了，从来都是专注力一流。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什么不好的事情。等有了把握再告诉你。难道说我儿子要有动静啦？妈，好，我不问了。打电话是想跟你说，我跟你洛说啊，2月初要去北京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，所以今年你就不用千里迢迢来瑞士过年了。那太好了。自从爷爷奶奶过世后，你就再没有回来过。不过我不打算回上海，上海那边你也就别提起了。我知道了。奶奶今天啊，给你烧柴火饭吃，是带锅巴的。那我来烧火啊，冬天烧火最舒服了。哎呦，你还会呀？当然啦，那教的我肯定忘不掉呀。好。哎呀，你才回来啊！小光来了，你也不说一声。哎呀，我去买熟食去了，还有小光最爱吃的烧饼，你看，看。别碍手碍脚了，捉只鸡来。好。好吃吧？好吃。家里烧的红烧鸡最好吃了，外面根本吃不到。外面鸡啊是喂饲料的，哪像我们家的鸡是自己养的。还有啊，柴火烧出来的饭菜啊，味道就是不一样。哎呀，当初啊，我要这个灶头，你爸死活不同意呀，说是不够现代化、不协调，让人看笑话。那个时候他飘得找不到北，倒是你妈妈说还是弄一个吧，才没吵起来。你吵起来，爸爸也吵不过你。你都说了多少回了，他回来一趟，吃顿饭你就说一遍，说着他都不来了吧？谁稀罕啊？他爱来不来？
我看见他还来气呢，他不来才好。奶奶不生气哈。哦，对了，我妈妈给你们拿了好多东西，都在后备箱里呢，等下记得要搬出来。哎呀，你妈妈什么都好，就是太体面了。体面不好吗？这体面人吧，哎，太讲分寸，太讲道理了。跟男人不能讲道理的，否则就瞪鼻子上脸了，就要打。哎，要管到他服气。你看你爷爷，被我管得服服帖帖的吧？以后你有了男朋友我再教你啊。奶奶说的对，听奶奶的。奶奶，你辛苦，多吃点。嗯。哎，我呢？爷爷，你听话，你也多吃点。自己种的，带给你妈，吃不完就送人。好。奶奶跟你说的话，你记得吧？什么话呀？睁大眼睛挑男朋友呀，好好挑一挑，拿不准嘛，带回来让奶奶帮你看。知道了，那我回去了。早啦，爷爷。好，路上慢点啊。好，我改天再来看你们啊，慢点啊。好。明天上班又要看见他。西瓜，西瓜，西瓜。西瓜，你怎么看着这么委屈呀？昨天熬夜了？啊，没有啊。可能是太冷了吧。是啊。昨天半夜又下了雪，还好我们办公室有暖气。同志们，来，拿上你们的武器。来，这昨晚又下了一场雪，不把道路清出来，没办法工作，还有安全隐患。按照往年惯例，各部门分区清扫积雪，待会儿林总也会参加。大家辛苦了。好，拿好工具，准备出发。好，我们部门分到的是精细活，清扫楼顶上光伏板上的积雪。张总，林总，你们已经上来了。我来得早，把林总拉上来了。你们也开始吧，但是张总您，小王，你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我年纪大了？清扫光伏板这事我每年都干。你们林总还不如我熟练呢。这倒是，刚刚张总传授了我不少技巧呢。那张总您小心路滑啊！好，大家开始干活吧，自己分配一下区域啊。好。西瓜，还是从这儿开始吧。哎，这个雪好像比底下的薄哎，是不是因为光伏板比较热，积不起雪啊？因为技术部的同事们元旦加班清扫过，光伏板上的雪要及时清理，不然结冰了，也许会对光伏板产生损伤。哦，懂了。哎，大家轻一点。
别擦到板面，造成磨损。好。光伏板没擦伤吧？擦伤不会要赔钱吧？你们先关心一下自己有没有摔伤。没有，谢谢老板关心。我也没事。分工吧，你们扫近的，够不到的留着我来。好。西瓜，你也太麻利了，这么快有鬼在追吗？哎呀，年轻人啊，多穿点，不要只要风度，不要温度。啊，给我吧，辛苦了。我看其他部门的人还没回来，看来我们部门最有效率。哎，大家喝口热水暖一暖，一会儿林总开个会啊。年会的方案我看了，改一下流程，少一些严肃的讲话，多一些轻松愉快的环节。好的，回头我们再讨论修改一下。今年的大环境不好，很多同行都倒闭了，我们的奖品预算是不是要削减？和去年保持一致吧。另外，除了实物奖品外，也可以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奖品，比如带薪假期1周之类的。这个可以用，这个好啊，那大家肯定喜欢啊。实物奖品要采购起来了，一姐想定负责吧，比照去年就行。年会的场地也要尽快定下来，除了几家常合作的酒店，其他的地方也去看看，是不是有更好的价格？哎，多拍点照片回来。好。另外还有件事，食堂的承包商可以换掉了。我就说完这家不好吃，现在还吃拉肚子呢。定然换。好了，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，大家散会吧。林总，有个事情跟你汇报一下。你看，这个方案我们还要调整吗？预算刚刚好，不用调整。一会儿我送到你办公室签字。好的。我们只是跑跑腿，回头都是要报上面的。不过说实话，你们这个价格真的没什么优势。我们的场地比较新，配合度也高啊。新就是名气不够。我们年会也是要讲讲排场的。上当了，上当了！原本我还以为是个光明正大溜达的好差事，结果没想到腿都快跑断了，嘴都说干了。但是你说的特别好，那是，砍价可是我的天赋本能。好累啊，我去买点饮料恢复一下。谢谢。啊。哦，谢谢。这个还蛮好喝的。西瓜。怎么啦？你元旦回来之后就有点奇怪，难不成你跟林总去上海一起参加婚礼，跟他闹矛盾了？没有。那你这几天干嘛把做好的文件给我，让我一起去给林总签字？还有，前天我们一起坐电梯的时候，林总恰巧进来，你这样低头看脚丫子干嘛？
这么一想，扫雪那次也很可疑。你动作这么麻溜，不会是为了躲林总吧？你干嘛？你这个眼神很不善良。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吧，松鼠桂鱼和鸡头米。你别试图转移话题，我看你这个反应不像是得罪林总了，不会是？小聂啊，晚上请我吃饭吧，我要跟你爆料，师弟那个混蛋居然挂我电话，我要告状。这个混蛋，我帮了他这么多忙，现在找他帮个忙，他居然挂我电话。他不仁，休怪我无义。小聂，你一定要认清他人面兽心的真面目，还有他硬赖在医院跟我们讨论手术方案，你懂的吧？当然，他的确给我们了许多有用的建议。还有什么？哦，一起吃饭，这些都是他干的，你肯定都知道。管你参加师妹婚礼这种无耻的事情，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？不用多说。不过方师兄，你真的是来爆料的吗？哎呦，小聂跟我师弟混久了，有长进，不错。我呢，纯粹是无聊。他现在这副样子，是在丢我师门的脸，你懂的。他都跟你说了？哎，他这个人闷骚得很。当初要不是要我帮忙，没办法，追妹子的事情都不会跟我说的。哦，现在的这个情况，用得着说吗？打电话给他，才提到你的名字，一个字“忙”就挂了。这明显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了呀！还真有江东父老啊！小聂，我师弟你都看不上，这眼光得多高啊！那福利也是要缴纳保险金才能享受的，不可以不劳而获嘛。什么福利，什么保险金？小聂，你说话我怎么听不懂了？这深奥的感觉，跟我师弟越来越像了。哎，师兄，那吃鱼。想用鱼堵住我的嘴，我还真是饿了。吃了2碗，终于吃饱了。那今天我值夜班，一会儿我就不送你了。我发信息给师弟了，一会儿他来了会带我送你回去的。方师兄，你这也太明显了吧？哦，是吗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外科医生呢，平时做手术都比较精细啊，生活里边呢就特别的简单粗暴，习惯一下。看见没？我师弟当年拎个饭盒去吃饭，都能摔倒一整个食堂。如今虽然老了点，但也不减当年风骚，有没有？哎，小聂，你想啊，要是把他拿下，当年我们一整个医学院的师姐师妹都会不远万里的对你羡慕嫉妒恨，这多么带感啊！激不激动？爽不爽快？师兄，你别吓他了。我还没吃饭，介不介意我把剩下的给吃了？今天小聂请客，他没意见。
都没意见。哎，本神医要去服务人类了，你们两个等一下随便谁买下单啊。Falling out of time when you are near, singing in silence and the world stops, spinning out of line so uncontrollably. When you are near me. 要不你再点些菜吧，这些全都是吃剩下的。不用，没关系。哦。怎么主动跟我说话了？我还以为你会吓得立刻跑路呢。哪有？你也再吃一点。 Until that day, I'll play the game. I'll dream away. It'll be the same till you. 买单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说好了要请方师兄的。我来吧。我来。我来吧。之前跟你闹着玩，现在都摆明车马，难道还能让你买单？ 这边车不能开过来，要走一段路。嗯。他今天来找你，我事先并不知道。他说的那些话，你不用太在意。他说，陆小姐她并没有请我参加婚礼。啊。 原来是越级打小报告来了，真是这样？是啊，那时候还没摆明车马，肯定要绞尽脑汁创造机会。我还以为你会不好意思一下。都那么直接过了，现在不好意思，好像也来不及了。以前的我。 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。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，会是什么样？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？两个人都这么直奔主题，会不会一拍即合？那大概也很好。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。 糟糕，怎么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了？这话好像有点过分。他不会生气吧？哎呦，怎么现在一碰见他就举止失常呢？那个，方师兄找你帮什么忙啊？他有篇论文，跟我之前研究的课题相关，让我看看，给点意见。 他明知道你，还叫你做这些，早知道不请他吃饭。没关系，我已经不介意了。直面手残的人生啊，矫情1年多也就够了，难道矫情一辈子？ 其实，
这几天一直在反思。那天是我太冲动了，把你吓到了。哦，没有。哪里没有？这才几天，黑眼圈都出来了。希光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说那些话。如果给你造成困扰，我很抱歉。这句话好耳熟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和蓉蓉的关系，不然我不会那样跟你说的。希望没有造成你的困扰。不要这样说，不要这样说。好了，我不这样说了。不过，我说什么了？害得你都快挂眼泪了，真爱哭。不要道歉，不要因为这个道歉。好，我不道歉。我只是看你躲得很辛苦，我以后不这样说了，我保证。你也别躲我了，好不好？这样你累，我配合让你躲，也很辛苦啊。你配合我，难道不是我这几天聪明伶俐，闪避拉满吗？不然呢？天天想办法跑厂区和外务，我明天实在想不出什么借口再出去了。所以，你也别躲我了，好吗？不会了。真的？那今晚陪我加班。啊？你认真的？当然。我们半夜来2期厂区工地干什么？有个问题，想征求下股东意见。你别乱口毛躁，我才不是！休想让青春年少的我承担我不该承担的责任。现在这么警惕了？全靠林总教诲。到底什么事？快说！过来看，这是2期厂区的总平面图。我们现在在这里，这里以后是2期厂区配套的光伏停车场，这边会加建一个食堂，方便厂区员工用餐。但是那边还有块空地，一直没定下来做什么。跟我来，就是这里。我们脚站的地方，一直到头。你有什么建议？你这么突然问我，我肯定说不出来什么呀。不过我一直觉得我们厂区很生硬。生硬？是啊，行政区、宿舍区有草坪，有很多绿植，厂区绿色相对来说就少很多。这里要不就增加一点绿植？
不如做一个光伏生态小花园，用光伏发电，下面草坪绿植，摆些桌椅，顶上装那种可以转动的光伏板，晴天可以遮阳，阴天敞开免得遮光，下雨天全封闭挡雨，还可以建个小房子，卖下饮料甜品，大家肯定很喜欢。你看行政楼就有一个这样的地方，厂区却没有，也可以安排一下呀，让厂区员工在休息的时候也有地方透透气。非常好。我也觉得，那就这样，本股东拍板决定了，麻烦林总抓紧时间落实一下。嗯，你说我是现在就交代员工落实，还是明天再说？这么晚了，当然明。等一下，现在是什么意思？听股东的话，立刻落实的意思。小聂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和各部门沟通推进了。你就完全不管啦？怎么会？我负责签字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下班了，我送你回去。他好像在给我打工，又好像是我老板。他好像在追我，但是又给我派了一堆活。我今天布置了你跟张总明天要写春联的桌子，你看，看这个。我撤了一些摆设，然后把气球什么都拿走了，感觉更清雅一点。你看这样，我看看，的确不错。嗯。我还不知道你练过书法呢。我平时签字难道不帅？帅气。不过你今天晚上要不要突击一下，多背几副春联？光字写得好可不行，万一到时候词穷了怎么办？不用，背多费劲啊！我准备了小抄。林总写得好啊！哎，这一看就是行书啊，这是有师承的。哎，大家多排林总的队啊，排林总的队。排谁的队伍都行，不过说好了，今天张总和我在这写一下午，晚上可不能再安排我们唱歌跳舞了啊！张总、林总，给我们抽个大奖啊！哎，这样放心，至少抽一个人人有奖奖。人人有奖。张总，我们要大奖。我来写，继续。大家记得过来签到领号码牌啊，不然人人有奖奖都没有啊。这么多人，看来轮不到我们了。早知道就提前跟领导要一个。就是啊，明天放假直接回家肯定来不及。唉，不然贴在宿舍门口，该多避邪呀！你笑什么？
难道你偷偷让林总给你写了？没有，我就是突然想到，如果让林总写一副春联贴在我们宿舍门口，应该写什么？写什么？立字为据，永不加班。这孩子上班上傻掉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最激动人心的1等奖的抽取，有请张总上台抽奖。奖品是为大家精心挑选的护肤品套装，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精心呵护自己，容光焕发。获得1等奖的幸运儿是078-125-90199-235-202，请中奖员工上台合照。还有不少人没中奖啊，难道大家只能拿一个人人有奖奖了 ？No！ 大家别沮丧，今年我们公司还为各位同事准备了具有趣味性的神秘大奖，有请林总上台抽奖。第一个神秘大奖，带薪休假7天。139。耶！谢谢林总。人人有奖。我们真的是可怜姐妹花，奖品是我们颁的，奖项是我们想的，结果呢，就中一个人人有奖，100块。好了好了，大过年的说点吉利的呗，不能说可怜。唉，100块，请我侄子侄女吃肯德基都不够啊。你攒攒，明年就够。玉环，你看，西光更不吉利。居然诅咒我们明年再抽中100块！哎，我没有，你不要乱理解。没中奖的3位女士，要不要送你们回公司？不用了，李总，我和雨华要走路消消食，你送西光回去吧。西光要回去收拾行李。那我先走了，快走吧。雨华呀，怎么？我如此积德，明年林总应该能抽我个大奖吧？还要回去收拾行李？不用啊，放假才几天，年初9就回来上班了嘛。英姐很不错，我们都不错，有问题的是你，抽奖抽不中我们，年会结束还要跑到我们面前贴脸开大。刚刚在台上抽奖时，我刻意不看你，就怕多看你一眼，回头抽中像是暗箱操作。谁知道，小宁，你运气是不是有点差？我都这么有诚意了，你还中不了？你这么心虚又复杂的心理活动，可能中奖大神都难以理解吧？看来还是我的错。
年后请大家大餐弥补。那要吃最贵的。这个提议。那边好热闹的样子。我们也去走走，消消食。好呀。这个时间还有这么多人啊？可能是因为快过节了吧。这里和我们无锡的南长街很像。听说过，但是还没去过。你明年少给我安排点工作，我就带你去，从头吃到尾。你公然贿赂领导？是哦。我贿赂领导，少让我加班，你报到派出所看看抓谁。糟糕了，快说不过你了。因为我有理啊。哦。哦。那，你过年回上海？不，今年去北京。其实以前每年都是去瑞士过年。我妈妈在瑞士定居，不过今年她和叔叔回国开会，就不用跑那么远了。叔叔？我妈妈现在的丈夫，我爸爸早已过世多年。抱歉。没事，很多年了。上次你说要去长白山滑雪。嗯。我们和舅舅一家人在无锡过完大年夜，年初一一起飞长白山。你的滑雪技术怎么样？初级到一直刹车的水平，而且好多年都没有滑了。挺好的，听上去很谨慎。双板。你会滑雪吗？每次去瑞士，大部分时间都耗在雪山上，毕竟国外实在没什么好玩的。那你滑双板还是单把？以前是双板，这2年改单板了。双休？你吹牛的吧？这又不难，花点时间罢了。哦。突然发现，今年的年度计划还没完成。那怎么办？不怎么办？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，读书急着跳级，上班1天恨不得当2天用。还是第一次觉得，这样慢吞吞的，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，真好。
我上去了。好，明年见。明年见。看白雪一片片落地，看这城市里灯火亮起，爱在眼底，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。吃点。我跟你说，你给我加点那个菜。是我做的。你看看，哎，哎，谢谢。春节快乐。你也春节快乐。哎姐，差点忘了，春节快乐！春节快乐！红包？我没有啊，你问他们去啊。其实一切都很好，很幸福。新年新气象，还有新的年度计划。我儿子也会卡着时间发信息了。是的，刚刚自学成才。你倒是一点都不害羞。什么时候把人带回来给妈妈看看呀？按照现在的进度，还不需要我们盛女士出马。那我等着，太久了，我可要看不起你了。今年不给你这个机会。你俩聊什么呢？雨森的小秘密，关于爱情的。哦，好啊，雨菜。虽说你妈平时从来不催你，很酷的样子，其实私底下呀，都已经嘀咕好几回了。你不要破坏我时髦的形象。哦，对了，大年初一我们就在北京城里逛逛，初二去崇礼滑雪怎么样？毕竟之前每年过年我们都是在瑞士滑雪的，我送你的新年礼物也能用上。崇礼，崇礼人可能有点多，妈，洛叔，不如我们去长白山滑雪怎么样？怕你们行李多，所以今天就开了这个。回头咱们在度假区就用商务车了啊。你们上去吧，下面冷，上去吧，我们那就好。好，行好。你一个人的东西都要赶上我们的总和。哪有？你别那么夸张嘛！我就是带了自己雪具过来，哪像你空着手过来了？那这边景区肯定有的卖嘛，而且还可以租啊，对吧，胡导？你们也叫我小胡就行。咱们这个度假区商业设施都很完善，什么都能买得到。啊，临时买不够专业。不过你滑起双板的姿势就是阳澄湖大闸蟹，好像也不怎么需要专业哈。江蕊，你找死了！你别跑！哎，江蕊，你们注意点儿，这边雪滑，不会滑雪呢，就吓死得了。他先说我像大闸蟹的，我还没说他差生文具多呢。我什么鬼啊？我差生？我这不高中3年没滑，以前我可是雪场王者，等我恢复一下，立刻叱咤高级道的好吧？哈，有一句话叫“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”，
说不定你年纪大了，肢体僵硬了。那也比你年轻。这昨天还亲亲热热的呢啊，这没过几个小时又斗上嘴了。感情好是这样的。哎，你跟佳云小时候不斗嘴啊？他哪敢跟我斗嘴，直接被我镇压。嗯，这么说，这江瑞比起我来还是进步了哈。耶。刚刚和我妈聊天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。什么？我们的光福花园到现在都没名字，你觉得叫流光花园怎么样？专心聊天，不谈公事。你到长白山了吗？你跟谁聊天他都开心。我们才吵完，休想看我手机。谁跟你吵架了？我靠窗位置都让给你了。那么多个靠窗位置，你过去。我不去。过去。我不去。哎呀，围巾帽子，打死了。哎，突然想起来一件事，忘记告诉你。这次我回家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。你要这态度，我就不告诉你了。说的像我很想知道似的。确定你不想听？跟你有关的哦。哎，你别后悔啊，聂启光，晚知道一天少高兴一天呐。呵呵。到了，咱们就住这栋。哦，漂亮，跟童话故事似的。哇，谢谢。咱们这个酒店啊，分为常规酒店和别墅区两个部分。别墅区今年可紧俏了，早就订满了。咱们刚才搬入住的酒店呢，就是常规酒店，吃早餐还是得去那儿。那我们这早上还得走过去啊？当然是我来接送了，实在不行给你们带点特色也行。哦。哇，这地方待在屋里不出去，喝茶也不错呀。我刚来的路上还看见小鹿啊，真的。这个是我们的酒店特色，咱就不用跑出去看路了啊。来。哎，慢点啊！来，走。哎，你给我拍着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能看得清是谁啊？啊，你别管，就是要这个效果。你看。好土哦！你快点，好冷啊！遮光照片。请查收。居然自己暴露坐标，谢谢你。谢谢你是什么意思啊？
奇奇怪怪